部都是6块啊！现在行情今年都不好做，全部都是6块，你们爱做不做，全部都是6块。广州某校园招聘居然有5块到8块的工资，大专生啊，这可是21世纪啊，2025年了，你告诉我8块钱能干什么？而且还是1个月，我刚开始以为还是写错了，我特地跑到网上去查了一下，原来真有这么回事。这难道要回到改革开放以前？就算是以前南下闯广州的时候，人家也没有8块钱1个月啊。前几天在招聘网上，而且还是国企，看到一个1块到1000的，1000到顶了吧？国企1000块钱，这让我们花那么多钱养孩子，读大专有必要吗？面试了一圈回来，我觉得这个世界简直疯掉了，经济形势就差到这种地步吗？一个游泳馆前台，一天工作是10个小时，早晚班，然后呢还要周内休，但是他需要干的工作，前台接待你肯定要负责接待，然后还要负责大厅的一个卫生形象管理，就是时刻保持干净呀、整洁，毕竟是接待这一块嘛，形象还是很重要的。然后还得给他直播，一天是3个小时，你就做到前台这块，边接待边直播，这是要包括的4项主要的工作。天下工资1个月只有1800块钱，1个月是30天，一天下来就是60块钱，10个小时。我算了一下，我1个小时下来只值6块钱。一觉醒来，中国人的天是不是要塌了？在凌晨4点的城市角落里，有一个地方，在那里找工作就是在找活路。8块钱1个小时，你干不干？你不干，大把人干。现在啊，南方个别地区已经出现8块钱1个小时的工价了。而且厂区如果要10个人，能来100多号人，面试堪称选美。我们在郑州有个企业啊，厂区满编的状态下，140号人，现在有7家劳务啊，昨天又签了一家，8家。怎么干？应该怎么干？这是在武汉的一个天桥街口下，整座城市都在睡觉，而这里却格外的热闹。花2块钱就可以买到一大碗可以续的白粥，这应该是全武汉最便宜的地方了。我大着胆子去问：“哥，你们是上班还是下班？”下班。下班啊。恭喜你呢。天还没有亮，这一群人就已经聚集在这里了，乌泱泱的一大片。他们没有学历，没有背景，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和孩子读书，他们不怕苦，也从来不喊累。全靠力气在赚钱，干一天的活才能结一天的工资。你找不到工作的真正原因是现在企业的那个招聘条件呢，它有点贱。已婚未育可能会育的不要，已婚已育要花时间育的也不要，未婚未育可能会婚会育的更是不要，35岁以上的不要，25岁刚毕业没经验的也不要，年纪大不好培养的不要，年纪小培养成本高的也不要，想干2年就跑的不要，但想签永久合同的更是不要，gap 中可以马上入职的不要，还没辞职不能马上入职的也不要，学历太低不要，学历太高去来面试怀疑其精神有问题更是不要，非985 211不要，但第一学历非985 211也不要，你最好有大厂的工作经验，但同时有东厂的身体结构，你最好 overqualified 但可以接受 down pay， 你最好带过团队，但同时又能 hands on detail， 因为招你进来是希望你一个人就是一个团队，要么你自己带自己，要么你自己带铺盖走人。去劳务看了一下，有5块钱1个小时，5块钱1个小时，狗都不干。我觉得今年的就业形势用严峻来形容它，真的已经算是一种恭维了，因为它真的已经颠了。因为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，我们都花了10几年努力，但最后抢到手的却是一张即将沉没的泰坦尼克号船票。大家都在为刚上船的新人们欢呼雀跃，庆祝他们独自开启了新人生。然后我们这帮快毕业的，坐在船头的，已经撞上冰山，快被淹死了，却好像完全没有人在意。我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刷到过网上特别火的那个，自从干了什么什么以后，差点忘了自己以前是干什么的了。到现在为止，我刷到了北大毕业的去送外卖，医生、护士，还有练习生出道的去干团播，还有各种92毕业的去干服务员、跑出租。现在好了，高学历人群全都干底层服务工作去了。不是我们大学生脱不下孔乙己的长衫，而是就业形势逼着我们脱下了长衫，还顺带着给我们扒了层皮。现在暑假工出来了，这种小型电子厂也可以这么搞，9块钱1个小时，9块钱1个小时有什么好搞的？搞不了一点。今天又进去白搞了1个小时，那个飞机拉比我家米都还下得快啊！9块钱1个小时有什么好搞的？这些厂啊，跟这些中介啊，他们现在就仗着学生工出来了，就为所欲为，把这个工价压到9块钱1个小时，9块钱1个小时，直接搞不了一点。尽管中国普通百姓都在努力的生活着，努力的找工作，
但却仍然无法摆脱贫穷与艰辛。现在还有不收费的吗？你们能给我说出一条两条来？用电收电费，喝水收水费，做饭收煤气费，停车还要收停车费，加油费，上网收 WiFi 费，看电视还收会员费，读书收费，看病收费，电话费，物业费，取暖费，就连你扔个垃圾都要有垃圾清运费。活着已经是个奇迹了，幸亏空气不要钱，要不然我还真活不起了。要说活着难吧，死都死不起。火化收费，丧葬收费，墓地也收费，安乐死听说挺舒服的，也得30万一针呢。这外卖你们谁爱干谁干吧，我是不干了。下着这么大的雨，老是给我派这种4块几毛钱爬6楼7楼的送水单，搞得我里外都湿透。难道我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吗？为啥非派给我呀？我真的沉默了。我知道我们文科实习生不好挣钱，但是我也没想到我们会被压榨的这么可怕。我去了一个公司实习，那上1个月我简直是从早到晚每1分钟都在工作。我的工作时长是多少？我上班时间是多少？我的工作时长是多少？真的是希望一直在工作，没有不是说我不敢去摸鱼，是我根本就没有时间摸鱼。就在这样的一个工作强度之下，我还偶尔会加点小班，就下班之后还会去回消息啊，就是还会有一些业务。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，我上个月的工资是996。在中美贸易交战以及中国政府加剧管控之下，如今的中国大陆出现大量企业倒闭撤离，中国经济是越来越糟糕了。官方公布的5%的失业率，但你知道有多少人处于灵活就业的状态吗？比如送外卖，比如摆摊、跑滴滴，这些算失业还是算就业？我就想问一下，企业职工平均每周工作长达48个小时，可工资涨了吗？房价降了吗？他们能买得起房，能结得起婚吗？专家说就业形势稳定，可为什么很多人把招聘软件都刷烂了，还是找不到工作？咱们打工人到底还可以去哪呀？杭州那边啊饱和了，江苏那边饱和了，上海那边工厂也饱和了，武汉这边啊行情也不太行，沿海4大城市都不行了，咱们打工人到底该去哪？何去何从啊？可以看到啊，现在外面风很大，我现在在外面很大，刚刚从那边一个桥洞过来，很多人啊都是从家里带过来的被子啊，裹着被子睡在那个桥洞底下，因为外面找工作不好找，但是在外面开销又很大，很多人啊带了几千块钱出来找工作，找了最后啊身无分文，只能流落街头，甚至有的人现在就是找一些日结的，能干一天是一天啊，为了生活没有办法，很多人还背负着车贷、房贷，还有家里的啊支出，各种。同志们，这是天桥，东站的天桥，深圳，看到没？流浪汉，这些人带着行李，男男女女都有啊，男男女女，你看，他们走到这里安身的，这是深圳的，你们能看到这一幕吗？还有老人家，看上是艺术家。艺术家不打搅他们，还有搞音乐的，他们衣服晒在这个地方。到龙岗区，站在三河人才市场旁边的天桥上往下看，全是席地而躺的打零工的人，他们连15块一晚的床位都睡不起，只能随便的往台阶上一躺。你看，这是深圳。活标本啊，像什么瓷砖、门窗、水电、家具、家电，这些曾经撑起佛山半边天的产业，全部都是房地产的亲儿子。然后顺德北窖的美的空调牛不牛呀？南海大力的门窗铝材厉不厉害？全中国每10个马桶里边有7个坯子都是佛山烧出来的呀。现在房地产打个喷嚏，佛山直接进了 ICU。凌晨3点钟的时候，我让你们看有多少人现在在上海睡桥洞。这个呢就是一个桥洞啊，高架桥洞，我带你们去看一下啊。我们呢声音稍微小一点，他们应该都已经睡着了，不知道是谁的父亲，也不知道是谁的儿子。这边有3个，这里呢第4个，这里呢又是第5个，第6个，第7个，第8个，第9个，第10个。11个，这连帐篷都没有啊！这么多外卖员连帐篷都没有。第12个，这里还有一个。
过两天可能也要睡公园里面去了。现在工作也没有，前两天在厂里面干了几天，出来了，差不多钱也快花完了。可能过两天又准备走个公园，去那里睡了。真的没想到，第一次来深圳，换的这个屌样。为什么到这个年纪了，真的感觉自己好没有用？真的，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，还流落到睡公园，是不是废了？我快废了！你们告诉我，有多少人还是跟我一样的，自己连工作也没有？我看到深圳有很多睡桥洞的，可能我也会跟他们一样了。如今不确定性笼罩着中国各个行业，这不是某一个人的问题，而是生活在大陆普通人的普遍困境。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失业，也一定会失业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。你现在无论是私企也好，企事业单位也好，失业一定是一个100%概率的事情。你想想，你现在20、30岁，距离60岁退休还有30、40年，这么长的时间，你拿什么来保障你工作的稳定呢？甚至别说你个人岗位了，你的公司、企业都不能保证能一直活下去，你所在的行业都不见得还能存在多久，就更别说咱们个人了。DeepSeek 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会加速各个行业的更新迭代，各种专业技能都会被陆续淘汰，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。再加上现在的经济环境不好，企业的效益呢也越来越差，所有的公司都在降本增效，就业岗位越来越少，这也就意味着一个很残酷的事实，那就是90%的人一旦失业，大概率是很难再找到工作了。很多中年人上有老下有小，如果长时间没有收入，在巨大的生活压力面前，很多人的婚姻也会出现很大的问题。现在就是这么残酷，所以即便你现在还有工作，那么你是幸运的那一批人，一定要为未来的变动提前做好准备，能不消费不消费，能少消费少消费，谁也不知道这种就业情况、经济情况还要持续多久。另外，随着大量国内企业倒闭、外资撤离，中国处处可见萧条的景象。在我身后，一整层1万多平的商场里，所有的餐饮店全部倒闭了。你敢相信吗？这个成都县当初最大的商场，现在落得这般下场。就在去年春节期间，斌哥来这个商场收了家倒闭的餐饮店设备，那时还有很多的商户在营业，而现在几万平的商场里没有2家在营业。当初开业仅1天的销售额就达到了8000万，这个神话再也看不见了。看喽，这条街你看5000万没？再看看这条街5000万，你们看整个厂子空寥寥的死一片，电梯都舍不得开，签个印全部打水漂。这里就是深圳当初那些有钱人啊，挤破头脑都要抢着买的发财铺。10年前的这里是非常热闹的，人挤人那种状态。我仗着这个地方这个交汇处中心一街，我记得当年这里开盘价去到了20、30万1平方，你们想这是什么概念？现在空寥寥的，一个人都没有，哼，废了。在这个湖南省委长沙的市中心啊，这边居然有这么大的一个烂尾项目，你看这都烂尾的没人管了。它这有多市中心呢？你看这边，你看这开的豪车，我的天哪，这豪车。这边是长沙最市中心的岳麓区这边内环城区，他们的市政府好像就离这边不是很远。你看这滨江大道，这车都堵起来了，就这么核心的地方，这已经完全没人打理了，全部都荒芜了。这杂草丛生，这不知道荒了多少年了。你看这边，这真的完全不缺人，也不缺消费群体啊。这几乎长沙比较富有的人都住这里，那边还是他们的金融中心，好像什么人寿啊、银行啊。你再看这边这些高楼，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见啊。就是烂尾项目确实也见过不少，每个城市都有，但是在正市中心的烂尾商业体，我是真的第一次见啊。6月啊，感觉是要倒闭的节奏啊！我的妈呀，每天进店的人不超过3个。我要是没有拍短视频啊，恐怕真的是要喝西北风了。你们的6月怎么样呢？给我说说实话吧，我真的感觉这几天好煎熬啊。好的，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，请您记得点赞、订阅、转发给您的朋友们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